接下来介绍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KK， 也就是巨匠的马甲所出品的 KOHG 陆战高达。那么最近刷视频的时候呢，发现这款陆战高达的品质什么的好像还不错啊，所以说我也买一个过来尝尝什么味儿啊。那么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可谓是非常简约啊。这个包装我相信，如果你不是玩这个 KO 玩的多的话，这个盒子摆在你面前，你根本想象不到这居然里面装的是一台高达模型啊。整体呢，除了正面这个 KK 比较立体的这个字体以外呢，剩下的全部都是黑色啊，一点厂家的信息或者什么另外的字体都没有啊。而且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这个飞机盒啊，是整体上翻一个打开的啊。这次的包装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 KO 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包装的。那么好了，包装呢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啊。那么下面直接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板件到底表现如何吧。那么好的，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次 HG 陆战的一个全部的板件了。板件数量呢，一共是这个12块。对于HG 来说，其实有点多啊，但是毕竟陆战啊，这个装备比较多，所以说也正常。但是这次板件的这个塑料的用料啊，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这次板件我开袋之后啊，我居然闻到了一股味道，就是那种刺鼻的劣质塑料的味道啊。我不知道是它用料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肯定不太好啊。大家还是放味儿再去拼啊。然后这次板件方面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吧。这次板件确实让我很惊喜啊，整体的这个刻线啊，以及这个上面的细节给的确实不错啊。像这个胸口这里，整体的刻线非常干净啊。但是这个板件摸起来上面有点就是黏黏的啊，不是油，但是确实是有种就是黏黏的感觉。反正估计也是塑料这个用料不太好吧。然后除了板件之外呢，还有一张这个水贴，这个水贴还是比较大张的啊，但是这次没有给胶贴啊。我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眼睛的贴纸甚至都集成在这个水贴上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不应该啊。我觉得一个胶贴没多大成本吧，这反正挺没必要的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个答辩支架啊，反正也用不上。然后剩下的呢，就我们再拼完再说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拼起来，看看最后的成品到底表现如何吧。那么好的，用了大概3个小时呢，这款 KK 的这个陆战高达呢，我就已经全部拼完了。稍微的还上了一点水贴啊，整体的效果呢还算是可以啊。整体的拼装流程呢还算是这个流畅。只能说这款模型呢，整体的这个缺点和优点啊都非常多，我们一点一点来说啊。首先说这次的优点，优点方面呢，就是这次拼装组合度呢非常的流畅，然后紧实度方面啊，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个大腿根部稍有一些松啊，剩下的都是非常紧实的，这一点还算是比较不错。然后这次的水贴质量呢还算是可以啊，比较厚实，而且稍微的有一些粘性，虽然说有一些味儿吧。然后既然说到了水贴啊，我只能说这款产品真的成也水贴，败也水贴啊。这也就聊到了它这款模型最大的一个缺点啊，就是它把这个铝箔贴纸给改成了这个水贴。如果只是添加细节的话，水贴我只能说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把水贴用来补色的话，这个水贴只能说是非常的害事儿了。首先呢，这款模型呢有这么几处补色的这个地方啊。首先就是眼睛以及监视器就不用多说了，然后就是这个裆部的 V 字以及腿部侧面的这2个黄色的三角形。首先胸口、眼睛和这个腿部侧面呢还算可以，毕竟是平面或者说一些比较好贴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监视器以及这个黄色的 V 字啊，用水贴我觉得真的是太麻烦了，我就压根我都没有贴上啊。眼睛部分呢还可以，我可以慢慢调整。然后这2个小的三角形的部分呢，好歹是平面啊，我还可以慢慢的去贴。但是这个监视器的内凹部分和这个裆部黄 V 的一个凸起部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贴上啊。首先就是这个水贴它是带这个白边的啊，我就不好去处理这个白边。然后再加上这个监视器这里啊，尤其是监视器这里，它中间是一个内凹。我把这个水贴沾上水之后，把水贴塞进去之后它周围的水呢，我没法让这个棉签去把它吸干净啊，整个贴纸就浸在里面，它一直都是一个来回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就一直没有这个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这次的这个铝箔改水贴真的是一大败笔啊，一下就把这个模型的品质一下就拉下来了。如果这次并没有把这个铝箔贴纸改成水贴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口碑可能还要再上升一点啊。然后这就是这次模型的一个优点和缺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可动性。
那么为了方便展示可能性呢，我就把这次陆战的一个全部的装备呢全部都卸掉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头部啊，头部依旧是一个双段式的球冠，左右旋转以及上下的这个抬头低头呢幅度都算是可以。然后这次我应该是中奖了啊，中间那个球冠的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啊，所以说中间呢是有一些卡顿的。然后来到这次的手部啊，首先360度旋转。大家可以看到是带这个段落感的啊，我不知道是这个他自己改的还是原版就这样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可能性呢还算是不错。然后平台呢，当然是这个90度的一个角度，然后蝴蝶关节是向前有一定的这个角度啊，但是幅度并不大。然后这个二头肌旋转。这里是稍稍有一些紧的啊，但是手感呢还算可以啊。然后这次的手肘弯曲。是一个对折的一个角度啊，这次幅度就比较不错了。然后这个手部部分呢，当然是一个球冠，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来到这次的腰部啊，腰部方面呢，它是做了一个小修改啊，就是这个前倾部分呢，腕带的这里呢，我看其他这个测腕带的这个博主呢，说是这里比较容易脱出。然后这次的这 KK 呢，做了一个修改啊，在后面加了一个这个挂钩，所以说就没有那么的松垮以及那么容易脱出了啊。这一点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正确的一个这个改动啊，比起这个铝箔贴纸改水贴真的要好多了。然后这次的这个后仰呢，由于这个背包的一个遮挡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角度了。然后这个左右侧摆呢，幅度还算可以，而且这个手感呢还算不错。然后旋转呢，当然是可以完成的啊。然后这个下半身方面，首先这个裙甲呢，先进行一个挑开，前踢呢。是可以超过90度的啊，然后后踢部分呢，由于这个后裙甲呢还是 HG 的这个老问题啊，后裙甲是完全钉死的，所以说就没有这个太大的一个可动了，大概也就15度的样子。然后侧踢方面呢，先让这个侧裙甲呢进行一个避让，但是这个关节这个角度啊其实并不大啊，然后这个侧踢呢是可以达到90度的，然后膝盖弯曲方面。当然是可以达到对折的一个角度啊，这次手臂的这个弯折呢，以及这个膝盖的弯折角度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来到这次的脚踝方面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冠了，前后左右的一个幅度还算不错。然后脚尖部分呢，还有一段轻微的这个分段式的可动。那么主体可动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配件。配件第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替换天线啊，就是带这个保护角的版本啊。但是我呢肯定用这个锐化之后的了，省得我再去修了。然后替换手型方面呢，右手方面是给到了一个握枪手，然后左手部分呢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开掌手，两个都是比较实用的这个手型。然后光束军刀方面呢，首先就是这两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直的这个光束筷子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给到了这个弯的一个动态的这个光束特效键啊，然后呢还给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后裙甲替换键啊，明显就是用来夹一些这个火箭筒啊之类的，但是这款陆战它没有火箭筒啊，所以说这款部件就有点多余了。然后呢就是这块盾牌了，整体这个盾牌的造型呢还是挺还原的，然后背面呢还有几个展开机构啊，首先就是这个支架。是可以这样打开去支在地上的，上面这个连接部分呢也是带有一定的可动啊，可以像这样进行一个展开，这样方便你在连接的时候调整一些方位。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个枪械方面了，枪械方面呢一共有3把啊，第一把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光束步枪，整体呢还有一点这个枪柄的可动，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配置。然后另一把呢是这个冲锋枪，冲锋枪呢这个枪托呢是可以带有一个展开的，然后下面这个弹夹呢是可以取下来的，然后裙甲这个左右呢还各挂载了这个2个弹夹啊，可以进行一个替换。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陆战非常经典的一个长距离的一把枪了，整体这把枪的造型呢还算是比较不错啊，上面还有一些细节。然后这把枪的这个主体方面呢还有一个拆分的玩法啊，就是用到我们这个陆战的这个圣衣箱的这样的一个配件啊。装载方式呢就是先把这把枪进行一个分解，首先枪管这里是可以进行一个拆分，然后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卡扣，我们直接再进行一个拆分。然后枪托这里呢是有一个滑槽的，我们直接把它拽开，然后这样就分成了4段。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弹夹呢进行一个取下，这样呢这把枪一共呢就分为了5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圣衣箱拿出来啊，上下有一个这个展开机构，里面呢收纳着一个底板，这个底板呢就是用来我们收纳这次这个枪的一个辅助部件啊。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先将这个枪托部分，这个枪柄呢先进行一个折叠，然后我们将这个枪托先插在最左边的这个凹槽上，
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枪的中间部分啊，我们也是竖着把这个收纳在这个底板的中部。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枪管，先拿后半部分啊，就是这个带着一个卡位的这个套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将这个卡槽呢冲后，然后插在这个底板上，哎，像这样进行一个收纳。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枪管啊，我们插在前端的这个部分，哎，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狙击枪全部的一个收纳。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升级箱啊。底部呢有一个这个滑槽，我们直接将这个底板进行一个滑入就可以了。哎，像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枪的全部的部件呢，全部都收纳到了这个升级箱里。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弹夹，看到这个门上呢是有一个这个卡位的，我们直接将这个弹夹上对应的这个凸起直接卡在上面就可以了。哎，像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弹夹呢收纳好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升级箱的盖板呢全部都盖上，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狙击枪的一个收纳。然后呢，我们再拿出这个陆战高达的主体啊，将背后的这个支架呢全部进行一个展开。哎，展开完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再将这个升级箱拿出来啊，升级箱背后呢有两个这个凸起，正好对应这个支架背侧的两个凹槽，我们直接将它卡进去。哎，像这样卡好之后呢，上下进行一个捏合，这里是有一个这个卡扣的啊，一定要捏紧，不然这个升级箱容易掉。哎，像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升级箱的搭载啊。我们稍稍的让这个陆战高达呢前倾一些，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自主站立了。整体的这个还原效果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得益于它的这个还算优秀的下肢可动呢，我们就可以还原出这个动画里这个陆战高达跪地射击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啊。整体的这个场景搭配以及这个效果呢都还算是不错。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次 KK 陆战高达的一个全部内容了。简单总结一下吧，这款模型我说实话啊，只能说是又好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就是说，你说它改得好吧，但是它又把这个铝箔贴纸给你换成了一个特别闹心的水贴。但是你又说它不好吧，它有些东西像这个腰部的改动啊，做的还算不错，只能说非常让人纠结吧。至于买不买呢，我就没法去下定论了啊。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它这个铝箔贴纸改水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入的啊。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关注，记得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